世界上最大的巨无霸级海警船，一个叫2901，一个叫5901啊。中国海警的越界其实就想要复制钓鱼台模式哦。金门成了大陆对付台湾的战略实验室。大陆海警船2202海巡舰到金门附近执法，我们的快艇在旁边跟监，这个力量对比反差真的蛮大啊。这个船它前面是76块炮，另外它舰尾是降甲板，然后它这边也有一个机库，最重要就是它就吨位数量来讲都是世界最大。中国海军现役排水量在1000吨以上有150艘以上啊，总吨位数哦超过20万吨，比美国的海岸警卫队19万吨的规模还要大，是全球最大的海上执法力量。台海的和平啊，还是要有善意哦。那如果堆叠恶意，只想靠实力原则，那你也得先称量自己的实力，否则的话就会像日本之前在钓鱼台灰头土脸的样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后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我们的专家讲堂。最近呢，两岸的冲突点呢在哪里？在金门哦。什么事情？就是大陆渔民的翻覆事件，造成了2死2个人呢是被救起的状况。然而这在之中呢，目前无法处理的政治僵局啊，却被呢海上的力量所打破。中国海警船呢，已经呢常态的出现在了金门、马祖的禁限制海域，甚至呢有专家认为，下一步也许会到澎湖，甚至到台湾的近海哦。到底中国海警船它的力量是强大在哪里呢？而相对呢，台湾的海巡呢？能够对抗吗？同时呢，世界上的所有的海巡或海警啊，目前看起来中国是最强大的。过往啊，我们常讲美国的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巡防队，它是非常强大的。那目前看起来似乎这个力量上也有落差。还有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呢，我们今天都来一起谈一谈。最近呢，中国航母又有新的动态了。那整个这个海上的冲突跟力量又会怎么往哪里去发展呢？两岸到底能不能这个和平落幕呢？这种是看起来像军事议题，但似乎又不太像军事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海巡和海警常被视为第2海军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来请教一下军事专家。我们来欢迎郑就元总编。大家好。那这个是我们海巡所公告的大陆的渔船哦，当时的状况嘛。那目前因为完全没有画面那看起来有一部分侦查不公开，到底详细是不是如此？照政府所公布的，正常来讲，我们应该都要相信政府了。是。但是因为没有画面其实也不少人批评，就变海巡部就像当年国防部一样。而且呢，事实上跟大陆渔民的口供完全不一样。这2位是幸存的2位渔民他说是他们冲过来把我们顶翻的。那照我们这个图呢，是在金门东方那个北地岛这边呢，这是海巡105营艇然后这个是大陆的快艇两边呢这个追击然后大陆渔船有蛇行状况之下碰撞到翻覆最主要是在这个禁限制海域内这事情现在有一点被修刷我们现在问一下总编好了。我记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月14号嘛，其实发生以后，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未来发展不可预期，是特别主要是看台湾这边会如何做反应。这个事情发生的刚开始几天，大陆方面包括他的媒体有针对这个进行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但是民间事实上他的对这个整个事情的关注度不高但后来随着我们相关部门的这个发言，大陆方面这个火慢慢烧起来，后来连网络上整个声量急剧暴增。必须说整个处理我们这边我就感觉到有不少异常的地方，包括说法每隔几天有不一样。那另外我们所关心的相关的市政啊、市机啊，最简单的就是在台湾，我们即使酒驾都会有一个放录影机在旁边嘛。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完全没录像、没影片，因此这整个事件，这个难怪在这个即使台湾这边，很多人对整个政府的处理认为里面蹊跷很多。因此在这起事件到目前，我必须说。感觉这个势头还在往上面发展。是，虽然我们录影的前面几天，好像我们这边和大陆那边已经谈妥，是不是要用某种书面的道歉这个形式？结果我发现谈一谈也谈崩了然后反而相关单位好像态度越来越硬。我目前涉及的对岸是这个海警，我们是海巡，哇，这要教练一下，在不管是台面上。或者整体实力上来讲，或者你的这个综合的资源来讲，那大家来比一比，
这个大陆的海警，我们的海巡，到底它的差异怎么样？我想比了以后，可能观众们就会有新的盘算，就是这个东西硬碰硬到底好不好？那吃亏是谁？那我想每个人可能这个答案都会非常的清楚了。是，我想在有完整真相，或者说至少对岸认为说你给出的是真相之前那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只剩硬碰硬了。你知道目前发展这个状况欧洲智库就直接说了金门成了大陆对付台湾的战略实验室。为什么呢？一个金厦海域执法的争议这个大陆渔民的溺水身亡之后呢，原本台湾在90年代是有制定所谓禁限制水域的原则那叫做默契。但是呢，现在他就直接给你闯入禁止水域那大陆就谴责就说，你的海巡是暴力跟危险接下来他就加强监视跟巡逻直接在金门周边进行法律管辖那还有甚至有强行登船检查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对台湾来讲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金门跟马祖列岛了这一些前线的军事基地是目前的优先目标。甚至呢，有人认为就智库甚至认为说，这个会不会是两岸的战争爆发的前奏曲而且重点是中国海警的存在逐渐在加强所以现阶段它是直接在战略上面来给你做控制，也就是说，现在它已经直接在闯入我们的禁限制海域里面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禁限的，这次这个就北定岛在这里嘛。对，这个就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发生的。然后这个是马祖的禁限制海域这个是南竿北竿然后这个应该是这个莒光的部分吧怎么办呢？现在整个状况好像不太好总编。我其实各界还是期待在谈判里面解决，但目前就是有一点各说各话。而且各有这个凭据。大陆方面就是民意发现这个沸腾起来，它相关的公部门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公务船也进入这个相关的海域进行活动，就是所谓的强势执法。这个是做给大陆的老百姓看。但总体来讲，我认为啦，这种划这个限制海域，实际上是这个就是说冷战时代的一个遗绪。资料上很清楚，但大概1990年代我们片面化的。照理说这种划分这一种这个所谓的执法线，应该是双方经过某种谈判你好，你划我看一看，我同意。但这个事实上大陆方面那是没有官方的文件，或者即使口头上正式说我承认你都没有，那这就是造成目前困扰或者这种大家说不清楚一个很重要的症结。总体来讲，过去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限制性海域，那大陆方面的做法就是尊重你，有一个默契，我也不捅破，但我至少口头上在这个官方的正式文件上我没有同意。而且我必须还跟大家讲，就是至少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双方这种执法单位在金厦水道会进行联合海上搜救、联合救难这一种操演，双方互相派海巡舰艇，还有空中的飞行的这个直升机进行一个联合的救难演习。没想到事件演变成这样，好像目前就是变成双方公务船有可能在海上对阵这样的情形。尤其是前几天，大陆海警船这2202这个海巡舰，到金门附近执法，结果我们的这个快艇，在旁边跟监，哇，大家看到那个大陆方面发布的那个照片，哇，这人家船很大，我们那个艇小小的，在远处的地方，就近监控。哇，这个力量对比，就那个画面来讲，那个对比，那个反差真的蛮大事实上，从那样图片，那也验证了事实上这个两岸在海警、海巡这样海上执法兵力这个部分，双方在实力差距是很大。虽然这个台湾的海巡过去10几年来哇，这个必须说动用很多资源造舰，造包括4000吨的那还有这个2000吨、1000吨都是数量更多。另外，海军有一种船叫做双船体的沱江级飞弹巡逻舰，对，它也有海巡版就这种双船体600多吨的海巡舰，也因此我必须说，虽然说这个我们的海巡兵力和大陆海警目前实力这个相差蛮多的，但
过去以来，其实我们这海巡已经拼命造舰，主要就是自己自身之前的整体兵力的规模，那相对比较小。更重要的就是你有船不能没有人啊，我要编制你海巡的兵力。但在台湾，包括军方，包括这种警务单位，事实上这个缺员，经常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大家都知道现在人难找，而且加上少子化这个问题，所以呢，对于这个台湾要把海巡可能是这个规模扩大的更大，事实上目前存在着像经费、像人员短缺这一些问题的限制，让它没办法按照你所展现的很大的计划完整的落实。是啊，我想啊，这目前来说，整个你强行对抗的话，对，那人家就把你当实验室了嘛。是。不过我们有一个很好奇的点是说，这个刚才有提到禁限制海域哦，那这包括台湾本岛或金门马祖的，过去是怎么运作的？刚才有提到说马英九时代可能还会联合警巡，对。那蔡英文时代之后呢，是对岸的船进来我们就驱离嘛，还是说是怎么样运作？那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海警的力量有办法在金门马祖维持这样的一个运作吗？其实马英九时代啊，就是双方关系比较好。那蔡英文政府执政以后啊，因为两岸关系不好嘛，特别是卡在一些政治框架，对一些认知，就是因此后来大陆的海警和我们的这个海巡就没有什么互动了。特别是我们这边常常一些讯息，对方已读不回啊，你说怎么互动？因此他们的这个运作模式就是，还是尊重这个默契啊。像这个金门这个限制水域，它的公务船也不会进来。当然过去时有所闻，大陆一些渔民会闯入。进行包括这个一些这个捕捞作业啊，还有一些这个两岸这个海上走私啊，特别是我们的很多金马的这些渔船，它不打鱼的，它是去对岸买鱼，相关的一些船只在海上这种互动蛮多。总体来讲，我认为就还是维持一个默契线。不只是金马，像这个台湾本岛周边的这些所谓的限制水域，那基本上对岸也不会刻意挑衅或者进入限制区，那进行活动。也因此算是一个这个基本上还是本着默契来走。对，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2022年裴洛西来台湾访问以后，哇，两岸的形势丕变。特别在军事这个部分，中线这个默契线就没了。对，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我们之前讲过好几次，是的。那解放军的基建，那根本不承认这个所谓的中线这个默契线。他官方的说法已经反反复复已经强调，台湾海峡没有所谓的中线。那相形之下，我们这个军事上这个活动的，我们整个空间被大幅的压缩。那当时还宣称要对台湾海峡的航行的这些台湾的船只，进行一个临检类似的演习，虽然是没有付诸实行啊，但事实上那时候已经嗅出一个味道，就是双方在争议这个部分，可能从军事延伸到这种公务船的执法。对，那这次这个金门事件会不会把这个事情落实化？如果真的落实这个部分，那事实上对于台湾整个的压力，那是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是就海巡、海警，双方的力量对比，不管是吨位，还是这个大船的整个数量来讲，双方都是有好几个量级的差别。是，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大陆的船舰已经经常性的进入到这个禁制海域里面执法，只是它大概率都在这些位置上啊。是，我想这个就很明白说明了嘛。那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它是没有办法直接 answer 跟回应的哦。倒是总编这个线是属于中线的部分吗？这不是属于这不是中线，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片面化的这种禁止水域。禁止水域，它和之前所谓的主权，或者我们的比连区这个概念也有一点不一样。这纯粹是基于像渔业、像相关的一些活动所画的一些限制线。那这样子，大陆的船会进到这里啊？大陆的船基本上也是按照就是双方的默契，不捅破那一层关系。那如果这个事情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出现了。有可能，特别是之前我们研判两岸的关系，如果继续恶化，它这种灰色地带的行动会很高。比如说军舰，
我军舰进入你毗连区，甚至领海，哇，那对方可能就必须要有所强硬的回应。但海巡如果说借着执法的这个名义，那包括临检你的这个船只，或者进入你的限制线，你要怎么处理？是在海上公务船相互碰撞，就像这个之前越南和中国的海警单位的船在这个西沙群岛那边互相碰撞。是啊，我想啊，这个越南跟中国的冲突，东南亚跟中国的冲突，到底是什么样状况呢？你可以直接从越南的反应就知道啊。中国海警船出没望安滩啊，越南坚持和平发声反对啊，就是说呢，这个中国海警船进入了越南的望安滩附近了，那结果越南外交部呢，他说啊，反对侵犯越南和南海主权等等啊。那另外呢，是什么？要维持国际法和平方式的维护合法，也就是说，他也不愿意硬碰硬啊。是。那很显然，因为这个9501啊，这是万吨级的12000吨的大船哦。那事实上，如果你只是仅就你的海巡船，那它可能还超过大部分的军舰。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南外交部的发言人啊，这一位这叫范秋环哦，他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保守啊，就是重申啊，我们是基于大陆棚一部分啊，就把这个基调降得相对低啊。那到底这个中国海警船有多么的硬呢？我们来看一下实力堪比一国海军啊，中国的海警现在媒体这去年的一个报道啊，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海军现役排水量在1000吨以上有150艘以上啊，其中1400吨有100艘，2000吨有68艘，3900吨有28艘，4900吨有11艘，1.2万吨的巨无霸竟然也有2艘对，那今年呢，这个美国就发了相关的报道说中国海警的总吨位数就所有吨位数加起来已经超过20万吨，比美国的海岸巡防队海岸警卫队的19万吨的规模还要大，是全球最大的海上执法力量。从舰艇数量来看呢，中国船只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日本保安厅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三者的总和，也说全部加起来都还没有。对。这也太夸张了吧！到底中国的海警这个规模到底是怎么样？好，我们看这个图表，其实非常的清楚那大吨位的船真的是数量惊人，尤其是有所谓的1.2万吨，这个在全世界海警、海岸巡防队类似这种执法单位是绝无仅有的。对，你说这么大吨位，美国可能有啦，是那种破冰船。但那种破冰船是开到航线，尤其是北极航线，它不是上面有带炮带枪，我是在海上执法用。这种执法就是只有这个中国海警船有。那另外除了1.2万吨，我们也要看像这个4000吨、5000吨，甚至说3000吨以上，这个数量也很惊人。那相比我们海巡署相关的船，那这几年拼命造舰。也只不过造了像3000吨级这种宜兰级，这种海巡舰，目前2艘而已。那这几年，造出一个更大，叫做新竹级的，号称是4000吨的巡防舰。那实际排水量5000多吨也不小。但目前为止只规划要造4艘，目前只是2艘服役。那此外，我们这个还有所谓的2000吨。那1000吨，但总体加起来数量也不超过20艘，所以你看20艘左右1000吨以上的船，类比这个中国海警船，哇，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实力相比来讲，确实是逊色很多，或许只能跟它一个地方队的这种船舰，相比。对，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点是，目前为止。中国海警也没有公布过它完整的船队，你去上中国海警的官方网站，其实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它有哪一些船。对。可是你可能在像是这个网络上的这一种百科啊，比如维基百科之类的，你可以看到一个列表，但那个列表其实也都是透过网友们热心收集而来的，这个才让人家觉得很恐怖。对，这就像解放军海军你说列举它什么船，事实上那个只是。比较明显一些标的，那有一些特殊的船舰，当然是搞不清楚尤其是它的前舰，你怎么能真的算得出它有几艘？那每艘前舰长得都很多都类似，而且它也没有舷号，因此这个都是一些根据官方一些可能发布的少部分讯息，然后经过整理，还有进行一些学者专家的推测，或者不乏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情报，可以收集或佐证到的情报，然后大家推出了一个估算值。我必须说，针对解放军海军或中国海军，那它这个数据不是非常精确到
完全可以相信，它只是左供参考而已。那我有个疑问是，中国海警会继续下饺子吗？当然，特别是对于中国海警来讲，它周边海域对它的压力，那过去来是很大的。众所周知，像近期中非之间的海上争议，你看闹得越来越大。我们以为就菲律宾来讲，以实业为原则出发，菲律宾应该会认怂才对。没想到这几天在黄岩岛这个地方，闹得好像是这个形势越来越升级。当然，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讲，他们认为美国在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只是中非。我们也知道，之前我们刚才也讲，中越之间，对，还有中马之间，整个围绕南海，它的形势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复杂。而过去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南海这个经营，它很明显就是轻兵在前，重兵在后。我们所谓的轻兵，就是指海警船，它的海警船队在前面与各国进行周旋，而海军则在背后进行一个压阵，作为你海警船的一个后盾，以这样的模式来与周边的国家周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非之间这一阵子争议海域的处理，我们看的更多的可能是中国海警船，鲜少看到中国的军舰。那当然，它偶尔也会露脸，特别是发布一些军舰在这个附近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我动用这个022飞弹快艇、翼中飞弹快艇，我也动用052D 飞弹这个驱逐舰。它主要是通过这样的讯息，让对方知道，我不只是前面有海警船在跟你周旋，我后面的海军力量很强，你要进一步挑衅，你必须要三思。因此海军、海警它是相互掩护。就某个层面来讲，海警就变成降低这种对峙的强烈度、烈度的一个第二海军来使用。是，但是海警跟海军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应该是海军是打仗的，对，海警是执法。因为你执法的对手，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像军队一样那么正规性、火力那么强，因此对于这种海上执法单位，他的武力其实适度即可，而且更多是用于威慑对手，而不是直接一枪让对手毙命。这不是执法单位那它的运作的一个原则。所以呢，这威慑对手啊，那怎么威慑呢？我比你大就威慑了嘛。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一直在讲说世界上最大的巨无霸级海警船在哪里呢？这两台啊，一个叫2901，一个叫5901啊。那我去查了一下，我刚才我们在录影前跟总编讨论一下，发现这种船它是没有特殊的型号编号，跟海军很不一样，是，所以过往其实被很多人忽略啊。对，那可是这个290跟5901，我看它在海外这个执巡的频率蛮高的，对，而且经常性的呢，一个部分会巡弋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钓鱼台，另外就是南海的海域，对。哇，总编，这个船一站出来，这威吓感应该很强啊。这个船本身就是第一个，它有适度的武装，比如它这个前面可能是76块炮，对，76块炮，它还有一些可能机炮、机枪，那之类的武器。另外，它在船尾，它有一个这个舰尾的直升机起降甲板，然后它这边也有一个很明显是有一个机库，也因此它可以随舰携带直升机来进行海上执勤。最重要就是它本身吨位够大，试想12000吨，它这个在海军里面是像巡洋舰等级，因此它这船一拉出来，在气势上，在实力上来讲，就压倒很多对手了。尤其是海警的这种比 size， 对，比这个船的这个建造的这个强度。是不是更加明显？因为我们知道海军还是要依赖远程武器，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很多的 A 岛 B 射啊，或者 A 控 B 射啊之类的，这种它可能都是视距外的作战。对，那海警就是看到才能打。当然，海警最重要就是你要在近距离要目视，你要确定你侦缉的这个执法的对象他一些违法，因此他在执法的时候，他毕竟有完善的录影或搜证的设备，让被你取缔的对象，到时候无可狡辩的证据，让你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和海军就是经过敌我识别以后，会发现是对方，我就按一枚飞弹射出去，把你视距外就歼灭。那海军的模式和这个海警事实上是大大不同，而且大家知道，海警的船它经常必须要说登舰进行临检。对。
或者我靠泊，就是两船这个靠近进行相关的一些作业，包括我派人上船进行查缉啊，你是不是有违法这个，比如说走私啊？你是不是有这个过度捕捞啊？或者你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违法的一些事项，他都必须派人进行实际的搜证和取缔。这个和海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呢，首先这个船配置这么大，那我看那上面连监狱啊，这连暂时的拘留处、是警队啊，什么全部都有了。那当初为什么中国什么契机、什么压力让他去做这么大的船？我想他是主要是借由这种大船在这个实力上来讲，展现凌驾于他所有的对手，特别是邻近国家的一些海警船，之前其实是超过中国海警的。比如说像日本有那种6000多吨这就以前就号称世界这个最大的海警船。那中国大陆那时候造海警船，它就第一个，我不仅要数量多，我的吨位也要够大，至少我这个能够压倒我所有的对手。因此它到目前造出的这个2艘1.2万吨，而且过去来主要是活动在像东海。对，针对日本海保厅，那另外就是在南海，针对周边国家，对它的所谓主权的这个挑衅。那此外，我们知道这样大的船在海上，虽然这气势很强，但它本身的机动性，因为船太大，它反应有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灵活，因此这种船通常会搭配其他吨位远小于它的船一起执行。比如说我3000吨的船。1000吨的，甚至有几百吨的，我会组成一个船队这样的方式，一个任务编队来执行它的任务。那过去来，那日本因为钓鱼台它所谓的国有化，后来这个中国海警，我干脆我常态性的进行执法，有时候3艘船、4艘船，我就一个编队到钓鱼台这边进行常态性的巡逻，而且我们发现过去几年。那中国海警已有效控制了钓鱼台周边的海域。如果日本的船只进来，他会把它驱离的。他所展示的这种态势来讲，跟这个10年前，其实它的内容上、强度上就有一个根本本质上巨大的差异了。所以像这样大船就是来支撑我这种编队任务所需要。确实，它本身的补给能力也很强啊。但您看未来会不会？继续的增加10000吨级以上，因为1.2万吨这个就刚才您讲的远洋驱逐舰也没，人家很多海军根本达不到这个吨位数，很多国家海军根本没这种吨位数。我是很怀疑他会不会继续这个建造这么大的船，因为他即使解放军海军，他的最大也是055万吨大10000吨，我们有聊过，他也没有普遍的更多的大量建造。有人说第2批正在建造中，但我认为它会造到一定的这个数量，它就不会再增加。因为这么大的船，它本身的人员需求，还有它的维持费用，相对也是水涨船高。对，也因此对于中国海警的船，我认为它可能更多会造一些，比如3000吨级，或者2500，这样的吨位的船。特别是大家知道。它有一种就是3000吨级的船，是以054A 护卫舰的本体进行修改良过来的海警船。是但讲到军舰改造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国海警呢，这次有参与到金门、马祖的禁限制海域内，他们的执法的船舰是053H2G 型飞弹护卫舰改装而来的，这个2250吨级。这个舷号的话呢，它在海警里面是201、02、03这3艘是一样的，这是其中1艘。这个最近都在金门海域滞留啊，这个船也很大。重点是我看到它是军规的船，这个船的钢板的厚度很明显，相对来说是很厚啊。这个船是由053H2G 修改过来，它原本是属于东海舰队的船，是它服役的时候，我记得没错，1992年，然后2015年除役，所以它是服役了23年。事实上，就军舰来讲，像美国海军的规定，它的船舰服役大概30年内，它就要汰出。对，所以以美国海军的标准，这个船其实这个作为军舰，它还可以服役一段时间。但是我众所周知，就是后来解放军海军它的这个下饺子下得太快了，对，因此把它下放到海警。
那原来的舰员就操作更新的船舰。这个船我必须讲，我之前也在香港有实际上船过。当时这个船我记得它这个红旗61这个6连装的飞弹发射器，哇，又粗又大，是我当时对它最大的印象。此外，它还有这样76快炮啊，37公里这个快炮，等等。另外，它这个舰中还可以配备这个鹰击系列这个反舰飞弹，所以虽然船的吨位不大，在2500吨以内，但它火力其实还蛮强的。对，但是自从修改为这个海警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武装明显弱化很多，有一些不必要就拆飞弹就没有了。比如飞弹，你这个防空飞弹，你执法的时候不需要防空飞弹，所以把它拆掉。反舰飞弹也是，我不可能4距外攻击啊。因此它目前是保留这个37公里快炮4座那双联装的。那这以海警来讲，还是火力很强大，火力很强啊。像我们长期来讲，我们的这个海巡舰，那火力最大就40公里的快炮。对，感觉40公里快炮比它37公里快炮这个多了3公里哦。但是我们只有1门，人家是有4座，每一座是双联装，所以是有8管。37公里的快炮，哇！而且它4座，我看它分布的范围，所以它等于360度都可以打，360度都可以打。我们只有一支只能打船头，只有放在船头那时候，所以火力，我记得宜兰舰当时就是一门这个40公里快炮。是，那后来我们的海巡舰新造的，用所谓的正海，多管火箭，然后那个系统就是和快炮不一样，是用火箭方式来进行这个散撒，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有人说你在海上用火箭，你这个火箭又是无导引，我们知道火箭它是有一定的误差，对，结果大家很担心，说你执法的时候，你本来只要吓对方，结果不小心真的打中，这样怎么办？对，因此对于说我们用那个正海这个火箭系统，它的适用性如何，其实有很多专家有不同的想法，综合起来就是。像这种4座这个双联装的37公里炮，确实让这个作为海巡舰来讲，这个海警船来讲，它火力是超过这个普遍各国的这个海警单位它的火力的这个规格，所以这个船是不容小觑的哦。那讲到这种由军舰下放成海警的这个船，像这个中国的海警不只有这3艘053H 渡机。那另外，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它好像有22艘，所以056这种护卫舰，那原先是军舰，后来下放为海警船，它那个是1500吨级以内。就是它这边，它现在所写的这个1500吨、1400吨以上，1400吨，就是这个型制的。对，其中有22艘是056护卫舰。也是军舰下放的海巡舰，那此外，刚才我也讲到，它目前大概有6艘左右这种3000吨的船，对，是由054A 护卫舰的设计修改过来的海警船，因此它在本质上来讲，它还属于一个军舰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造舰的，因为沿用原来的设计，很多配备包括动力和军舰一样，因此它在很多系统的通用性。还有你的使用的整个成本花费来讲，可以适度的降低很多。所以其实中国海警，与其说它是海警，它其实是把军规下降，它是一种武警，它完全是照武警，甚至是类比军队，只是把它轻量化的方式去处理而已。确实，对于中国来讲，海警船我基本用军规来设计、建造或沿用，其实已经是一种常态了。但它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综合成本，建造的成本比较高，因为军规嘛，再加上它可能耗油啊，对，各方面，可能会比一般的这种民规的船，来的经济性会下放一些。但是它如果说原先是军舰下放，我本身对于海警单位来讲，我没有建造成本，对，在整个国家资源弹性运用这个部分，还是有它的优势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讲，中国海警确实目前就是世界最大的？确实，就吨位来讲，就数量来讲，都是世界最大。那就攻击火力来讲，感觉也是也可以是很强了。当然，它船多，
船也大，特别我们刚才看到的相关的那个文字内容，对，包括这个1.2万吨2艘啊，另外4000吨以上就10几艘，你说1000吨以上居然有150艘，这样的数量完全碾压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巡海警单位了。那另外，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两岸如果对峙的话，那我们的海警到底行不行？哈，那我们的海警叫海巡嘛，海巡署嘛，海洋委员会下辖的海巡署哦。海巡署呢，前阵子有这个4000吨级的，那这个4000吨叫做筹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是18年启动啊。对。那由台船来承揽哦，那总共呢，还有100吨的巡防艇15艘，1000吨的6艘，4000吨级巡防舰呢有4艘哦，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案子哦，总造价呢将近200亿台币。不过当然了，大家可以看到军规跟民规的价格还是有落差，那也代表一件事，就我们的船是民规的，那对岸的船是军规的，对，这个很落差也很大哈。民规跟军规就差别，我们刚才已经有讨论过了。那这个4000吨级当中呢，哈，就是嘉义舰、新竹舰啊，那当时都有蔡英文总统来主持交舰典礼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4000吨级当然它的配置啊，哈，比如说医疗手术室啊、急防啊，或者等等的，就是它这个是有救护能力的啊。那也可以搭配这个空勤总队啊，就搭载直升机的，就像大陆的这个海警一样哦。那另外呢，也有提到这个有配置的，比如说0.5寸的机枪，还有20机枪遥控塔。那甚至呢，刚才总编有说到这火箭炮也有这个安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船吧，这就是4000吨级的海巡的嘉义舰，那这个是1000吨级的这个远洋巡护船。这个两个船有什么特色跟优势？那它在这个海上警察在冲突的时候，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力？像我们这个海巡舰哦，它其实叫做正式名称叫做巡防救难舰。对，特别我们现在造的整个比较大型，比如说3000吨级、4000吨级，它会强调它的海上救护的功能，比如它有一些病房、急救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设备，等等。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我平时执行海上执法，我必要的时候可以参与国际上一些救难的活动，比如收治一些受伤的居民、收治难民等等。因此，它是具备更多的多功能性。对，那同时它还可以这个搭载直升机，让它整个在作业的时候更有弹性。这是4000吨级。那另外它还有一种叫巡护船，特别是它主要是执行所谓远洋巡护，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渔业发达的这个国家，过去来我们很多远洋渔船在世界各国，对，很多海域那进行海上的这个活动、捕捞活动，但引发的争议也很多啊。美国说你这个违法捕鱼啊，违反这个相关的什么规定，因此我们这个巡护系列这种船，特别是远洋型，就要到一些我们重要这远洋渔船活动的海域进行一个海上执法。所以叫巡护就这样来的。所以规范我们的这个渔船不要越界捕鱼啊，要遵守相关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规定啊，不要用这个不符合环保或者这个这个国际这个禁止的这种捕鱼的方法来进行你相关的捕捞啊，要让这个海洋永续经营，类似这种要遵守国际的捕鱼规范，而这种我们远洋巡护船就是进行相关的任务。那总体来讲，我们这几年这个大船，像这种1000吨的就造好几艘，那另外我们这4000吨，那未来总共计划完成是建造4艘，目前2艘服役，2艘。一个是刚放龙骨，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相关的细薄试验。那我想在1年内，第3艘应该也会加入服役。但总体来讲，不管4000吨，你看完成以后4艘，3000吨2艘，那还有一些2000吨或1吨，总体来讲，他们隆大概就是10几艘，可能不到20艘。对，这样的跟中国海警它在兵力上的对比来讲，还是明显要小非常多。所以硬碰硬来说，恐怕我们还是会吃亏的啊。再来，就有人对比日美的嘛，好，我们就把日美最大的把它端出来给大家参详一下。这个是福岛海岸巡逻舰，这号称是前一代的海上海警霸主。那另外过去号称世界最强的第2海军，就是 Coast Guard 美国的这个海岸巡防队或者叫美国的海岸巡防舰，他们呢是4600吨级的是传奇级巡逻舰。那总编这2
艘的船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这个福岛号我必须说，它在中国海警的12000吨出现以前，它世界最大的这个海警船，它本身不只是吨位大，上面还有那种带火控系统那种机炮，在这里，对，本身在海上执法的时候，它的精确性会比较高，是，所以我看它的雷达系统都很发达，对它的不管是导航啊、雷达，这些系统，还有基本的火力，那都是满足日本执法需要。另外，它的舰尾也有直升机飞行起降甲板，可以搭载直升机，它的这种海空联合这种执法的能量。是比较好的。对，那另外就是像美国海岸巡防队，它本身这个传奇级，目前是美国海岸巡防队的主力海巡舰，是它的数量大概9艘，4600吨。你看这个舰型，它本身就是像一个战舰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舰型很流畅，而且它的这个也配备一门这个像76炮这样的一个火力，它本身也可以是起降直升机，那也有比较良好的海空联合执法的能力。那更重要就是除了传奇级以外，它目前还有所谓的声望级，大概是1800吨，有10几艘，13艘左右。此外还有哨兵级几百吨的船，它大概有30几艘。而这些船相比于这个中国海警感觉吨位没有优势，但它活动范围很高。所以可以说，这经验跟执法的累积，还有操作上来说，美国的这个经验值是很高。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就像维达军演的时候出现一个这个利剑联合演习，其实共军其实也是向美国看齐，就是我把海巡跟海军做了一定程度的混合式的这种操演。确实尤其是我们前面有讲到，海巡海警毕竟是执法单位。他在海上和他有海上的矛盾、有争议，甚至敌对。你周旋的时候，你用公务船去周旋，你本身的弹性会比较高，而不像军舰拉出来，是不是就要亮枪、亮炮、亮飞弹，互相打来打去？如果说超越所谓红线，就是硬碰硬。那这种执法单位，它本身因为是执法，它本身的弹性、冲击性会没有那么高。双方会保留比较好的周旋的余地，是的，所以看起来这个未来各国发展更强大的海警，尤其像中国海警，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是不可免的。那随着两岸关系就是不好，其实我们的海巡相关的船舰在这个部分的角色，或任务会越来越大。是啊。好，那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钓鱼台模式的，目前就是媒体很多都认为那包括了这个前空军的司令张延吉将军那他也认为说，这个中国海警的越界其实就是想要复制钓鱼台模式常态去巡弋嘛。那目前看起来确实，你看环球时报说中国海警会更加坚决的行使管辖权，海上执法常态化，直属部门执法力量更强。那这个力量是什么？这不是嘴炮力量，这是物理的力量。是。那我们可以看到钓鱼台当时就这样嘛，对比起来的距离，其实台湾是最近的，但是我们的物理力量就是跟不上，那中国海警呢，其实它距离是相对是遥远的。日本来讲，那霸当然比较远，但是石环岛这边是比较近，石垣岛这边是比较近的。可是现阶段整个钓鱼台海域就由中国海警来控制了。对，这就是说，就是像海上这种维权的东西，你双方谈判其实谈了半天。谈不出一个所以然，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其实还是实力为原则出发，是硬道理。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中国海警目前的规模，还有它未来还是会持续精进。因此对于说钓鱼台这个争议我们必须再回溯一下，钓鱼台为什么会有争议？主要还是日本方面叫国有化。就是以前中日之间建交的基础，就是钓鱼台这主权议题，说搁置争议以后再处理。但日本方面把国有化以后，其实促使中国方面它必须有所强硬的反应。那最重要就是它现在实力上来，它强硬的手段自然而然就可以打蛇随棍上。当然，金门附近的海域未来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发展的脉络的路线图重新复制？未来这个金门周边都变成中国海警实控，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是，那我想整个事件就像刚才总编提到，你日本给人家借口嘛，那今天台湾给人家借口，那事情就很大。所以我还是呼吁，就是说一定要有真相，真相才是保护海巡、保护台湾权利最好的基石啊。那如果这样硬碰硬国际政治关系里面这个老话一句就是，
在力量上、实力上办不到的事情，在谈判桌上更拿不到。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最后讲讲这个实力问题哈。最近呢，这个辽宁舰完成中期改造，甚至呢被拍到说携带了这个歼35出海航试啊，舰载机可能会超过30架哦。那这个歼35本来是弹射型机种，那目前看起来不是福建舰一家独享，因为福建舰是弹射型的嘛。那看起来呢，这是航母专用机型啊，那这有一点像是 F35，它可以有好多 A、B、C 款，对啊，它要看它要哪一种就哪一种。看来歼35也是这样啊。那关于歼35的实际呢，我们再找时间跟大家详细分享。没问题。倒是这个船舰，其实海上力量最后依归就是你要大，我还有更大。那在中国海警背后就是中国海军，就是共军、解放军的海军。那这个现在又一台航母要到位了，这个对我们未来的影响。当然，它航母不是专门用来对付台湾嘛，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攻防体系的一个环节。对，特别是中国，它发展航空母舰，它是这个铁了心，我一定要搞出一个这个航空母舰巨规模。但是发展航空母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100年工程。是，海军本来就是100年建军，你要有一定的时间，不只是你装备到位，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整个海军文化传统，还有你相关的这个配套的，包括训练组织啊等等等等，你要相当一段时间才可以达得上一个高度专业的这个标准。那我想中国方面也知道啊，它发展这个航空母舰，从2012年辽宁舰服役到现在，其实才12年以内。跟美国海军这种有100年航空母舰的这个历史来讲，双方的经验值差太多。也因此，虽然辽宁舰经过这次这个大修改以后，中期修改已经成为训练舰，从训练舰升级为作战舰，是包括刚才讲的这个舰载机，未来会适度更予强化，尤其是可能歼35会上舰，这代表说它整体未来整个航空攻击的实力来讲，会更上一台阶。但整体来讲，我认为中国在运用航空母舰有待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因为舰载机虽然歼35上去，但你的空警600能不能上舰？这个问号还是很大。那一定要用弹射型的系统，你才可以这个上去。它是滑跳型，它还是没办法上去。因此，包括舰载机的这个充实，还有你的整个航舰的编队。你航空母舰如何和护卫舰构成一个这个整体战力更强的攻防体系，这个东西要时间慢慢的累积，这个是一个漫漫长路要走。我想这个台海的和平啊，我们还是要更多的，还是要有善意那如果堆叠恶意啊，只想靠实力原则，那你也得先称量自己的实力那否则的话，我想就会像日本之前在钓鱼台灰头土脸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中国海警的一个讨论我想中国海警作为世界最大的海警那它的海上力量也在持续深化，而且还继续增加。那这个对台湾这个将来要怎么样在两岸问题上相处怎么台湾跟大陆之间的问题是不是像现在政府这个样子去处置我想大家都会很关心也很忧心那希望也给大家一些这些前瞻性的看法那必须说了这个今天我们更深度地认识到，过去我们真的完全是没有深度去了解的这个中国海警的部分那这个希望呢这个还是要谨慎不要到最后大船碰小船。那上一次钓的可能是大陆的渔民已经发生很不幸的事件2人过世，我们也很深表哀悼之意。那如果下一次碰下去的换成我们的海巡弟兄，那不是一件更不幸的现在这个状况吗？好，那关于呢这个更多的这个故事这个我们专家讲台会继续聊下去。那重点呢，记得跟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加入我们的会，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超级留言，超级感谢，留下你的意见跟看法。那呢，最重要的是也可以线下的赞助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有更多的粮草，让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郑总编，好，谢谢，拜拜。好，我们下期见喽，拜拜。